Boom 三米球，欢迎大家来到 Cookie 讲业呢。今天这个影片呢，其实和之前有一个影片，我们在谈油价的那个影片呢，其实是比较相关的。因为那个影片发出来之后呢，就有一些网友问我说：“哎 ，Cookie， 我大概要加什么样的油啊会比较好？也就是所谓的 Run 92、95、97、98还是100啊？或者有人问说：哎，我现在加95之后，我加92对我的引擎有什么伤害啊？然后油价现在马来西亚油价97涨到1公升4块马币啊，那我该怎么样选择我的油啊？这些东西，今天这个影片呢，我们就一起来告诉大家 ，Let's go。影片一开始，我们先讲一些一般人听不懂的话，之后我们再来讲人话啊，这样比较好理解啦。好，先讲两个不是人话的东西啊，第一个叫做压缩比啊，我们来看这张图 ，bling。所谓的引擎压缩比呢，就讲说上面这一根呢，就是它的那个一个直径，然后下面的空间有多少，就是上面这个1，下面是多少啊？可能有些是1比8.5啊，1比10啊，1比12啊。在以前啊，无可否认，在20年前有一种说法，当你的燃烧比是1比8、1比9的时候，你可以加92；当你是1比10的时候，加个95啊；1比12、13的话，加97、98，那都是以前的技术啊。现在的技术和不一样了，现在技术更多的是着重在马力上面啊，还有车子的性能啊，还有一些电脑辅助计算，包括现在的引擎都有感应器，它感测得到这个油是 run 多少，它的燃烧比例是多少。其实现在的汽车真的很先进了，和以前的汽车是完全不一样。这也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我试驾一些比较新的车的时候，会发现蛮无聊，因为他们真的太多的辅助驾驶系统都在里面，是蛮无聊的，但比较轻松驾，比较简单。我们再讲第二个，再多讲一个哈，听不懂的就算了啊。第二个叫做抗爆性啊，所谓抗爆性就是还是刚那张图嘛，我们的石油进入到里面，可能是气体进去，它就压缩，嘣啊，然后这爆炸之后，然后产生那个能量往外走。所谓的抗爆性是什么？当你的 run 值越低，你的抗爆性就越差。所有的引擎都是要用燃烧，而不是爆炸。当我们的引擎压下去的时候，正常来讲，压到90的时候它就燃烧，这个是 run 92；压到95的时候燃烧就是 run 95。在这个气缸里面啊，它多少比例会被燃烧掉啊？但还是会有一个问题，当你的这个气缸你燃烧，记得我们刚讲燃烧嘛？我们压下去燃烧是啊，可是当你压下去的时候，它是嘣啊，那个叫爆炸啊，爆炸对引擎就不好，所以我们会有时候开车的时候啊，发现这个引擎在动啊，它就在爆炸，有可能就是引擎这个气缸抗爆有一点问题啊，那这个就要赶快确认你的油有没有加错。之前就我有一个朋友不小心加了柴油，然后他就走一走，叭叭叭，然后就整个就停了。所谓的压缩比已经是历史了，大家就不用参考太多这个东西。如果还有人这样跟你讲，你就那个 Cookie 讲说这个只是参考，这历史现在不用这样看了。但是抗爆性这个东西呢，就比较重要了。那我们要讲回来一个就是 RON 嘛。之前我做那个影片的时候有点讲错，讲美国是用 MON 系统，不是，他们用的是 AKI 这个系统。大家可以看到 bling 这里有一张图，这张图呢就是在我们的加油盖上面都会写，讲说我现在这台车建议加的是 RON 多少或者 AKI 多少的汽油。但是啊，今天呢，我就突然心血来潮，我就打电话问了我们的 Rider ATH 啊，就问他说，可以帮我拍一下你的 MyV 吗？因为他最近刚买了 MyV 嘛，MyV 就是马来西亚国民神车，看一下它上面是建议加多少 RON 多少的油嘛，但他打开之后 bling 没有写。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你就只能去看购车指南啊，它在里面的林林总会写很多东西。大家记得一定要相信工程师讲的话，因为这个工程师啊，这辈子不是这辈子，他的工作就每天跟引擎在一起啊。他说适合92，当然就是适合92啊；他说适合95，当然就是适合95。不要跟工程师硬碰硬啊，乖乖就好。我相信有些人一定不会照做。我们这里要有一个江湖传言呐，都市传说。有人讲啊，如果这台车建议打92，可是我打98、97、100，车是不是会飞起来？
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都市传说？我以前在台湾的时候听过很多这种，因为台湾骑摩托车比较多嘛，加了什么油之后，哇，摩托飞啊，它可以说是都市传说，也可以说不是。加 RON 值比较高的这个汽油呢，对车子的帮助是什么？首先，当你压缩到越低的时候，它才爆炸的时候，它的传导性会比较好，它的传热反应也会比较快，所以理论上会增加个马力，大概是1%、2%，好一点的话可能会到5%啊。就是如果落差很大的话，这什么意思？就是讲说今天我是 GTR。我有500匹马力，加个5%就是25匹马力，25匹马力很高嘞。可是今天如果我是驾一般的那种80匹马力的车，那加个2%是1点多的 horsepower 马力，那其实就没有落差太大。但是啊，还是要和大家提醒一下，刚讲的工程师建议你加多少汽油，你就加多少汽油呢？是我们在一般的使用上面，就是像我们这种死老百姓，一般在使用上面是没有问题的。但今天如果你是改装车，你要去跑04，或者你要去跑赛道的话，那就另当别论。因为在赛道上面那些车都是几百匹马力嘛，加那几个%可能就是一个直路上面就快个0点几秒了，所以这个还蛮重要，在赛车上面。然后像你跑04的话也是，改装车啊，你用 RON 值高一点的话，可能也会好一点，但还是要看你改什么了。那如果你是改引擎啊，这就真的是要蛮照顾的，因为每个引擎对于 RON 值的需求都是不一样，所以你要加什么油，最重要还是要看你引擎适合什么油。但我们这种死老百姓日常用的话，其实工程师推荐什么，我们用什么就对了。然后搞掉后忙给搞了哈。除了看 RON 值以外呢，我们还看另外一个东西，叫做 Euro 2、Euro 4、Euro 5。如果在马来西亚加油的话，你可能可以看到我们的柴油 Diesel， 它是有写 Euro 5的。它在环保规定上、碳排放上面，还有一些石油里面添加剂上面是比较好的，也就对引擎比较好。马来西亚的石油 Petrol 现在都是 Euro 4。在2018年10月之后呢，95都全面采用 Euro 4了。我知道有些国家它到现在还是用 Euro 2，因为马来西亚以前的95也是 Euro 2，然后97、98才是 Euro 4，但现在已经全面都改成 Euro 4了。除了在碳排放量会对环境比较好以外，另外的就是它在引擎内的那个燃烧比例也会比较好，因为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就汽油原油啊。弄完之后到加油站，每一个品牌的，就是不管是 Shell 啊，或者说 Esso 啊，这些 Mobil 啊，他们自己都会再添加其他东西下去的啊。RON 值是一个参考值 ，Euro 2、Euro 4、Euro 5又是另外一个参考值。当然还有一些就是其他添加的东西啦，但我觉得大家不用考虑这么多。Euro 4会比 Euro 2快啊，这个你只要了解到这个就好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心过这个地方？因为我刚刚去查了，我发现台湾好像没有公布这个东西。那其他国家我就不太清楚了。就你们的无铅汽油是 Euro 2还是 Euro 4？如果大家知道的话，可以在下面留言。但马来西亚基本上现在都是 Euro 4啊。好，讲到这里呢，要和大家做个互动。大家知道，就是因为我本身过去几年都在马来西亚嘛，然后我已经习惯看到 RON 95这个等级，最低就 RON 95，马来西亚没有92了。我印象中我以前好像在四川看过91还是89啊，但是我只是印象中，我刚很努力想，真的是想不起来。大家有没有看过低于90 RON 90的这个加油？就是你们国家有没有这种像 RON 89啊？听说还有 RON 87这种啊？就是大家有的话，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大家啊，就让我们来分享一下。另外呢，还想和大家分享，就是我们大家能不能分享啊？我先做我的分享，就是我是开着 mini， 然后我是加95 RON 95的油，因为现在马来西亚97太贵了啊。我开 Mini Cooper F56啊，是一个2000cc 的汽车。如果你还有你啊，大家。我们一起来留言，告诉大家说我今天开什么车，我是加什么汽油啊？为什么？其实不用讲为什么，马来西亚一定是因为油价的关系啦。国外的观众也可以分享给我们，就是反正我的观众其实全世界各地都有嘛，就大家分享一下，就想说你是开什么车，加什么油？因为马来西亚现在是97嘛，没有98，也没有92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平台其实就是大家分享嘛。
我觉得这样也蛮好的。最后和大家分享一个东西，叫传感器，刚刚有提到嘛，现在的车真的很聪明了，我们每一滴油进到引擎之前都会经过一个传感器，所以不用担心。我觉得真的现在车真的太聪明了。如果你打95，一般价的话其实是够的。那如果你的车建议打97、98，那你就去加那个油。遇到加油站没有97、98的话，你加95也不会有问题的。我们那个传感器真的太厉害了。但是如果是20年前车、15年前的车那就难讲那就真的难说了。可是现在过去10年的车基本上是没有这么大问题的，不要担心说，我现在是加95的，但今天我到一个加油站，像中国很大嘛，不是每个地方都有加油站的，那就是你突然加92会不会有问题？不会有问题的，大家不用担心太多。好，那今天影片大概到这里为止，非常感谢，也非常开心和大家分享的就是92、95、97、98这个石油到底对我们车子的需求是怎么样？简单来讲，就是你要相信工程师就对了加错油，那就赶快停下来，不要再开了，找修车厂把油抽出来因为以前的车其实这是以前的车比较多就因为你加错油，然后导致气缸爆掉这些，真的是以前才会有的，现在的车基本上都很聪明了。好，那这个影片到这里为止。喜欢这个影片在 YouTube 看到记得点赞、订阅之后打开小铃铛，在 Facebook 帮分享出去。YouTube 朋友真的要打开小铃铛，Facebook 朋友记得按追踪，影片上的时候才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OK， 我们下一个影片见，拜拜，